449亿美元，这是 Google 在短短3个月内烧掉的硬件开支，这个数字是它2年前同期的6倍，甚至超过了其运营产生的全部现金。大厂们究竟在焦虑什么？这种史诗级的 AI 军备竞赛，最终究竟会成就下一个10倍牛股，还是会彻底榨干科技巨头的利润率？ Hello， 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。Google 刚刚发布的2026 Q2 财报引发了市场的激烈讨论。如果你和我们一样，听到数据时，看到市场反应时感到疑惑，或者想听一下我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致，欢迎收看这期节目。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，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。 Q2 2026财务数据重构，我们采用了会计重构方法来分析 Q2 的数据。未经调整的 GAAP 数据呈现出夸张的增长，而这是受到了非运营投资收益的影响。投资收益剔除与核心利润，本季度最震撼市场的数据可能是归母净利润暴增 297.6% 至 1121.07 亿美金， GAAP EPS 高达 9.11 美元。我们看一下背后的会计本质，这一暴增绝大部分来源于其他收益中。 980.31 亿美元非运营未实现权益证券投资收益，该笔收益源于 Alphabet 持股约 6% 的 SpaceX 完成 IPO， 估值在二级市场被重估至 1.77 万亿美元，以及其早期投资的生成式 AI 龙头 Anthropic 在今年5月份进行了高估值融资重估。划重点，美国 GAAP 会计准则，这些未上市股权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必须计入利润表。如果扣除这笔 980.31 亿美元的未实现股权投资收益，并扣除相应的所得税拨备，会怎么样呢？ Alphabet 的实际核心稀释后每股收益为 2.85 美元， LSEG 经调整后一致预期为 2.88 美元，略低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 2.89 美元，约4美分。这一核心利润的微幅不及预期，是财报发布后部分机构选择获利了结，引发股价回调的核心诱因之一。自由现金流转赋予资本支出负概率恶化。先别急，财报中还有一个事情需要关注。第二季度运营现金流为 390.69 亿美元，而购置物业和设备 CapEx 的现金流出为 449.24 亿美元，单季非 GAAP 自由现金流首次出现 58.55 亿美元的赤字。这里通过资本支出负概率 CapEx Coverage Ratio 定义为运营现金流除以资本支出，来衡量公司的内生增长可持续性。资本支出负概率等于运营现金流除以资本支出括回。我们读一下历史数据，2025年 Q3 是 2.02 倍，2025年 Q4 是 1.88 倍，2026年 Q1 是 1.28 倍，2026年 Q2 是 0.87 倍，负概率首次跌破 1.0 成临界点，被市场解读为 Alphabet 已经无法依靠自身的日常经营性现金流来支撑当前的 AI 基础设施扩张，不得不通过外部融资来维持其算力建设进度，如6月份完成的496亿美元股权增发与203亿美元高级无担保债券发行。这对于投资者而言，首先是要重新评估它在投资组合中的定位。那么股价的变化和交易情况似乎说得清楚了，那是不是说明 Alphabet 不具备投资价值了呢？我们认为不是，这是一种经历变化的阶段。重要的是投资者究竟要不要重新理解 Alphabet 的未来和现在的变化，并将其在投资组合中的定位进行调整。毕竟建设不足，可能会长时间份额丢失。云端积压 Backlog 可以当作这个阶段的核心前瞻指标。其实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，谁或者说哪些资金能为这个庞大的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，哪些企业能用更低成本的资金来完成建设，以及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应
该获取的利润可以考虑什么？这里欢迎参考我们最近甲骨文那期的节目。AI 全占底层优势与研发跳票。Alphabet 在硬件层面的巨额本支出虽然给流动性带来压力，但在 AI 全占底层架构上构建的护城河，依然是其抗衡 OpenAI 与 Anthropic 的武器。在技术层面，原定于2026年6月发布的旗舰推理模型 Gemini 3.5 Pro 出现了第3次延期，未能按期交付给 Vertex AI 的大众开发者。彭博社与前线研发工程师的透露表明，研发团队面临着深层次的架构瓶颈。该模型在底层递归工具调用 Recursive Tool Calling 和可缩放向量图形 SVG 生成上出现了结构性失效，导致微调 Fine Tuning 无法修复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 Google DeepMind 团队在6月下旬被迫下令重置预训练进程，便更换了编程数据集，这导致模型的发布时间表被迫推迟，也直接引发了包括 Demis Hassabis 麾下4名核心 Gemini 研究员，如 Jonas Adler 和 Alexander Prizel 在内的技术骨干集体跳槽至竞争对手。 Anthropic 的人才流失危机。 Alphabet 在内部 AI 研发与用户消费端展现了惯性与规模效应。目前 Google 内部已有 75% 的新代码是由 AI 自动生成并由工程师审核通过，显示出强大的内部降本增效成果。在消费端 Gemini 的月活跃用户已达到 9.5 亿，而 YouTube 推出的 Ask YouTube 对话功能在6月份亦吸引了超过 1.4 亿用户深度参与，叠加世界杯体育赛事带来的搜索量高潮，有效反驳了 AI 削弱传统搜寻价值的悲观论调。此外，新一代 AI Max 广告自动化工具已吸引了超过50万家广告主，为其带来平均 15% 的转换率提升，进一步锁定了核心广告收入的水位。多空叙事看多逻辑主要包括 Google Cloud 的营收大增 81.8%， 积压订单高达5139亿美元，未来24个月转化路径清晰，自研 TPU V8 与 Frozen V2 晶片推动单位推论成本1年内下降 78%， 营运杠杆极大。 Berkshire Hathaway 100亿美元，私募配售为股价提供坚实防御底座，且技术面处于极度超卖。 AI Overviews 成功锁定高价值商用搜寻流量， Gemma 4开源模型累计下载破9亿次。看空逻辑主要包括全年 Capex 上调至2050亿美元，2027年将持续显著增加，自由现金流持续承压，算力供给受限，被迫大量高价租用第三方算力进行桥接，短期内侵蚀云端利润率，股权大规模增发与 ATM 计划，潜在稀释现有股东权益。 ROIC 因重资产化而面临下行压力。Gemini 3.5 Pro 因编程表现不佳连续延期，领先地位面临 OpenAI 与 Anthropic 的实质挑战。监管地缘与公司治理结构，这里顺便提一下监管和资本运作情况，避免因为高度关注财报而忽视这些变化。7月公司正式支付了52亿美元，以结清欧盟委员会早前针对 Android系统发起的反垄断裁决及利息，这造成第2季度单季一次性高额现金流出，直接拉低了期末现金储备至 559.1 亿美元。瑞典法院就欧洲价格比较平台 Price、Runner 诉 Google 垄断案作出终审判决， Alphabet 需支付21亿美元损害赔偿，该笔费用已于第2季度全额认列入营业费用。公司目前正在提起上诉，以寻求冲回。欧盟强制要求 Google 在2027年前向对手开放11项 Android 的底层 AI 功能，并共享搜寻匿名化数据，这可能对 Google 赖以生存的移动端数据壁垒构成长期慢性的合规性挑战，分别以 294.67 亿美元与59亿美元完成对云端安全。龙头为此与绿色能源商 Intersect 的全现金收购。
增强了 GCP 针对政府与高规管行业客户的吸引力，并锁定了 AI 数据中心所需的清洁能源指标。公司正式将非核心且需要高昂基础建设投资的谷歌光纤 GE Fiber 列为持有待售资产，展现了新管理层优化资本配置、回笼资金以全力支持 AI 算力建设的决心。我们的考虑与总结之前，我们委婉地表达了想法。我们对于 Google 在投资组合中的定位已经不是传统的科技价值型的稳健资产部分，而是考虑长期的转型过程中动荡的科技成长型资产。所以对于 Google， 我们会重点关注以下3方面：云端 backlog 转化效率，每季追踪5139亿美元 backlog 的变动情况，若24个月内的实际营收转化比例低于 50%， 说明客户在合约执行上出现了延迟。 Gemini 4预训练基准测试，密切监控预计于年底发布的 Gemini 4其在 Human Eval 编程跑分与 MMLU Pro 逻辑推理测试上的表现。若其 coding 能力依然落后于 OpenAI 同期旗舰，将直接影响 Vertex AI 开发者生态的定价权，自由现金流利润率的回升时点。追踪 FCF margin 是否能在2028年顺利重回 15% 以上，这取决于自研 TPU 替代 GPU 的比例是否能按计划达到 70% 以上。调整不可怕，重要的是为什么调整，以及哪些资金能为这个庞大的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，哪些企业能用更低成本的资金来完成建设。如果这份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，这是支持本频道最简单的方式。也告诉我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。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并订阅频道。你的点击对我们至关重要。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，不适用投资建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